2025年5月7日，印度派出大规模战机对巴基斯坦进行突袭，结果被巴基斯坦胖揍到满地找牙。随后，巴基斯坦称用中国的歼10系及霹雳 PL-15E 空导弹打下3架法国阵风战机、2架俄罗斯战机以及1架以色列无人机。但印度谎称完全没这么回事，还全国放假10天进行胜利宣讲，这是典型的阿三营学。不过，国际社会军事专家及美国情报部门都确认，至少1架法国阵风战机被打了下来。据央视最新披露，我的理解是，中国的技术相当牛逼。目前看来，如果美国参战，也拿中国没办法。原来，巴基斯坦是这样打下印度空军的法国阵风战机的。现代化的作战体系早已拓展了空战的概念，由 A 射 A 岛的传统模式演变为 A 射 B 岛，甚至 A 锁 B 射 C 岛，即由防空系统先锁定敌机目标，战斗机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空导弹，随后由预警机、其他战斗机等为导弹提供跟踪引导，直至导弹命中敌机。于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以及北约惊呼中国武器的威力会对北约造成严重威胁，还称此次印巴冲突是首次看到中国制造高端武器实战 PK 西方武器，意义重大。今天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后续报道，该报认为中国的武器现在改变了力量平衡。我们先看这是配图啊，它的说明是2024年中国珠海航展上，解放军空军歼10系战机进行飞行表演。中国武器如何改变力量平衡？中国在短时间内从苏联武器进口国转变为全球军备出口国，在克什米尔地区，这些装备已在实战中得到应用。中国作为武器供应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凭借各类武器系统、战斗机及军舰，中国正进军以往由俄罗斯或西方供应商主导的市场，此举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其深远程度尚难预料。以中亚为例，当前力量平衡正在发生转变。5月初，拥核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克什米尔冲突升级，得益于中国武器供应，巴基斯坦得以跟上印度的军备步伐。中国现代化战斗机首次在实战中参战，巴基斯坦空军使用中国制造的歼10系多用途战斗机击落了印度战机。据西方情报部门消息，巴方至少击毁了2架印度军机，其中1架经确认为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更宣称，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了印度阿达姆普尔空军基地的防空系统。虽然印度官方否认了这些战损，但国际专家密切关注着中国高科技武器在实际冲突中对抗西方战机的实战表现。塞尔维亚采购中国防空导弹系统，就在几十年前，中国在全球武器贸易中扮演着边缘角色。如今，中国武器系统已活跃于各冲突地区。过去5年间，中国以 5.9% 的全球武器出口份额，成为世界第4大武器出口国，排名紧逼德国。巴基斯坦是中国武器的最大买家。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国 63% 的武器出口流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逾80%进口武器来自中国。除战斗机外，还包括军舰及导弹防御系统。但巴基斯坦并非唯一买家。目前，中国军工企业已向约40个国家供应武器装备，客户遍布东南亚、非洲和中东地区，甚至延伸至欧洲。数据显示，过去5年，塞尔维亚已占中国武器出口总量 6.8% 的份额，成为第2大采购国。泰国则以 4.6% 的占比紧随其后。作为欧盟候选国的塞尔维亚，采购了中国红旗22防空导弹系统，这使北京的影响力直接延伸至欧洲边缘地带。泰国则通过装备中国 VT4 主战坦克以及即将列装的潜艇，强化军力。这一动向表明，即便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在寻求多元化武器供应渠道。缅甸和孟加拉国持续多年从中国采购武器装备，而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接收中国军援，则成为中国影响力扩张的又一例证。无人机、战斗机与装甲车辆成为热销产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最大武器供应国。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间，至少有2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受了中国大批量军售，其中包括部署中国主战坦克与多管火箭炮的尼日利亚，以及装备中国装甲运兵车和无人机的坦桑尼亚、安哥拉与赞比亚。目前，非洲约70%的军队列装有中国制装甲车辆。在北非及中东地区，中国军工企业向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武装无人机及导弹系统。当前国际军火市场上，中国制造的武装无人机、战斗机及装甲车辆尤为抢手。由于美国长期拒绝向中东盟友出售攻击型无人机，该地区多国转而采购中国翼龙及 CH-4 系列无人机。这些采购国普遍看重中国的政治支持，许多政权在采购中国武器时无需担心遭受制裁或人权问题指责。高端武器仍由解放军独享。中国军火需求增长源于多重因素，其一，中国武器装备具有高性价比，相比西方或同级俄制武器，价格显著低廉，却能提供足够现代化的技术，这对国防预算有限的国家极具吸引力。虽然中国将最尖端的高端武器保留给本国解放军，但其出口型号已逐步接近西方水平。其次，中国在融资与技术转让方面展现灵活性，常提供优惠贷款或允许接收国产能化生产，如与巴基斯坦联合制造的 JF-17枭龙战斗机。更重要的是，中国几乎不为军售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即使缅甸内战期间，军方仍持续获得中国武器供应。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雅各布·冈特与海伦娜·莱加达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展现出向任何政府或政权出售装备的意愿，无论其人权记录考量、稳定性或潜在武器使用意图如何。这种模式使得公开对抗，如近期克什米尔冲突，成为东西方军工技术的代理竞技场。类似场景很可能在非洲或中东地区重演。好，朋友们，接着看看网民评论，按时间先后来翻译。第一条评论：中国似乎并不在意买家是谁，关键是其武器能在实战中得到检验。我们看跟帖，现在请不要写美国或德国在这方面有多好，没有德国武器就再也不会有战争。这位网民反驳上面那位，他说：是的，美国人确实更胜一筹，而那句愚蠢且毫无辨别力的但美国人呢的说辞，实在让我忍无可忍。您以为这些武器长期以来是要用来威慑谁？正是用来威慑我们欧洲人，以及所有目前尚未与中国结盟、尚且保持基本稳定的政府。我们继续看跟帖，无需担心，中国绝不会像普京对乌克兰那样对欧洲发动战争。不过，了解中国武器系统如何对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装备，确实很有意思。但真正对欧洲开战的是普京，虽然尚未动用武器，但10多年来一直采用混合战形式，而中国则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我方情报。这位网民回应道：这取决于在台湾遭受袭击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如果美国决定对抗中国，欧盟国家也将参与其中。看下一条评论：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除了经济收益外，可能还因为中国将印度视为敌人。再往下，分析结果将对泰国问题产生影响。德国知识点评：这是典型的西方人台湾、泰国分不清的体现。我猜他是想说，此次印巴冲突的分析结果将对台湾问题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下一位网友也不明白这位网民想表达什么，他就问：什么问题与泰国有关？下一则，德国向哪些国家提供武器？继续往下，报道中提到北京的影响力已延伸至欧洲边缘地带。于是这位网民说，如果布鲁塞尔、欧盟的影响力能持续覆盖至克什米尔地区，那当然更好，但现实已非如此。西方选择性向特定国家出口武器，所谓考量人权记录、稳定性和武器使用意图，
其全球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简直好到无需赘述。公布主要武器供应数据本身无可厚非，但那些永恒的潜台词暗示我方正义，彼方邪恶，实在可以省省了。毕竟我们早已不再生活在20世纪。我们看跟帖，你想把欧洲与中国相提并论吗？我们再往下，西方并非更好，而应对近几十年来的绝大多数战争负有责任。下一则，令人震惊的是，我们不仅再次陷入军备竞赛，还陷入了武器交付竞赛，即谁向谁提供武器。我们这个物种自认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其他物种的交流方式，说什么人类是更高等的存在，因为只有我们拥有语言，但骄兵必败。再往下，巴基斯坦本可继续从西方军火商处购买武器。下一则，那又怎么样呢？德国同样出口武器，且不仅限于民主稳定的国家，数十年来通常通过第三国中转交付的方式来规避武器禁运，没有抗议，没有媒体谴责，也没有实质性的监管措施。不，我并非军工行业的拥护者，更视其为一种必要的恶。但如今才来警告中国，已迟了数十年。鉴于我们自身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这样指责中国颇有几分虚伪。下一则，中国若唯独在武器领域未能迎头赶上，甚至实现反超我们西方，那才着实令人诧异。他们有技术，也有产能，这必将引起巨大的力量格局变化，自然也会有人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下一则，印度的处境尤为严峻。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武器核心零部件的主要供应方，而俄罗斯却仍是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与此同时，印度不仅与巴基斯坦存在持续冲突，该冲突地区已演变成为中印围绕东南亚及印度洋主导权的战略博弈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喜马拉雅山区还是印度洋海域，例如近期侵华的马尔代夫新总理单方面终止了印度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存在，中国正逐渐占据上风。继续往下，中国实际上只是在践行西方，尤其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并正对西方的优越主义思维进行新一轮打击。好，看跟帖。所以这就是您眼中的高明之举，且表示支持，或者你只是又一次借机激活你那套68年文革式的反美主义。顺便提一下，欧洲也该赶紧进军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毕竟我们自相残杀的越快，人口过剩问题就解决得越早。看下条评论，报道中提到这句话：中国几乎不对武器出口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位网民说，而欧盟和美国倒是提出了诸多要求和限制。看看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发起的纳卡攻势，30年未变的边界线被改写，阿塞拜疆占领领土并实施导致数十万亚美尼亚人逃离的种族清洗行动。再看看当下的加沙战争，或是奥巴马时期沙特主导的也门战争，禁运、制裁、停止军售？当然不会，反而深化关系并扩大武器贸易。例如捷克、意大利、美国、英国、奥地利、芬兰和德国军工企业至今仍是阿塞拜疆军队的装备供应商。下一则，在一次报复行动中，印度使用远程空对地导弹从其领空内袭击了巴基斯坦所谓恐怖分子营地。这种模式与以色列在叙利亚等地惯用的手段如出一辙。第二天，当印度空军故伎重演时，巴方已严阵以待。中国制造的喷气式战机协助这个遭受攻击的国家捍卫了领土，这对欧洲价值观共同体而言实属不合时宜。一方面，他们正为自身大规模扩军计划争执不休，达索公司的幻影阵风战机基本出局；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持续军援承诺诱使乌克兰将战争延续至2029年，或者至少延续至欧盟北约部队完成战备接管之时。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报道中说，得益于中国的武器供应，巴基斯坦得以跟上印度的军备扩张步伐。这位网民说，所谓跟上已是极为保守的说法。事实上，巴基斯坦目前在军事技术，至少就空军及现代化作战能力而言，已经领先印度啦。这对西方而言，又是一次深刻的，如当初 DeepSeek 横空出世时给我们的警醒。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